你开哪个门子饭馆斗哪门子气儿啊？尤玲不是原来的胡同妞了，人家不缺钱，不缺本事，不缺地位。儿子，咱们呀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井水不犯河水啊！我还就不信了，他三头六臂啊他！你要是真跟他较劲，你就把你的爪子伸出来看看有多硬，免得以后难堪。瞧瞧，我自己个儿亲爹，就这么不待见我？这旁人眼里我还是个玩意儿吗？这饭馆啊，我开定了，我还就得用这饭馆把我这脸找回来。哎，儿子，你要真想给那有点颜色看看，我倒是挡不住。不过得讲究点策略。我不能先把自己个儿给扔里头。我得找个替身替我去打头炮去。对门那俩这么多年，一直跟玲子不对付吧？对门儿那俩怎么样？姓涂的啊？进来。涂叔。哎呦，马小健啊！哎，来进来。哎呀，呵，这家还这样哈，没变样，真好哎。你进错屋了吧？啊，孝敬您的。您要是嫌这礼轻，我回去再拿点去。这东西我可都见过呀，在友谊商店啊，这可是要外汇券的。这一瓶酒就得我1个多月、2个月的工资啊！叔这个人可是无功不受禄啊！千万别啊！我呢想给您请教点这合作的事儿，就不知道您有空没空？啊，说，有空。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这趟回北京呢，打算开一个集团公司，业务呢涵盖比较广，就4个字儿：吃穿住行。我知道。所以我打算开一饭馆。民以食为天，这主意好。饭馆这位置呢，我想选在有德居的对面，名字就叫火头军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火头军，这名字好啊。3个字啊，这5行都占全了，而且还挺有气势，不错。我就怕忙不过来，所以想请一个有经验、有能力的人呢，帮我把关、掌舵。您来给我把这关成吗？我，哎，你觉得我行吗？您在这经营方面啊，那就是个人才。我爸不用您是他的损失，他后悔去了。我没那么傻。不会是从南方回来的，这出手就是不一样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，我这小庙呢，能把您这尊大菩萨请过来，那是我的福气，我可不能亏待了您。这待遇上面，您开口，我没二话。我打算另外再给您10%的干股。待遇都好说，我是想你为什么要开在有德居旁边呢？你什么目的啊？就俩字儿，赚钱。行了，爷们儿，有你这句话啊，这事儿呢，叔答应了。从此以后，叔就为你肝脑涂地、鞍前马后。但是叔有句话得说在前面，叔要是当上这个经理，干不了几天，要是把有德居给干黄了，你可别怪叔出手太重哦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呢？只要是正当经营，怎么着他都得认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小健，范阿姨，哎呦，小健，哎呦，范阿姨，坐。那个，您还这么漂亮啊！我刚才都听见了，我也加入。你加入什么呀？你每天还上班呢。哎呀，单位没我什么事儿啊，我干点事有什么不好，对吧？范姨主动提出要加入我这小饭馆，这太好了呀，范姨，真的我都没想到。您要是能来，您说您要什么职务，您开口。只要跟有德居跟那狐狸精对着干，我是不计报酬，我也不计什么职务，我都乐意，拖个地切个菜，什么都可以，我全心全意的，真的。
太好了。行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成功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快去快去，我就炒2个菜。啊，对，来，什么？马小健要在对面开饭馆？是，问题是，我爸妈也跟着掺和。你爸？你爸妈？没事儿，顾客吃饭多个选择也好。但问题是开在对面，这来者不善呀。怕什么呀？不就是一个马小健吗？让他放马过来。你爸图财，你妈琢磨着害人。玲子呀，该有此节。刚过几天清静日子呀，又得被马小健给搅和了。这2个饭馆对掐是难免的，问题是我该怎么办？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呀。不过在关键的时候，你得表态。跟我父母对着干。你吃有德居的饭，那就得向着自家的利益呀。再者说了，你跟你爹妈翻脸也不是1回2回了，怕什么？奶，这总归不是好事，这传出去让人听着多不好啊！坏不到哪儿去啊！那个马小健跟你父母明摆着呛人家行市，这行为他就不地道啊！连你父母之不轨，视为大孝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甭装了啊！世节躲不过。我什么意思？你明白呀？哎呀，苏经理啊，您看咱这硬件设施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是不是得商量商量这个经营策略？一句话，傻子过年看隔壁呀。这怎么说这个？这是咱们的菜单。您甭逗我了啊，我认字儿，这不对面的吗？改仨字儿，把这有德居改成火头军。只要我们把海鲜的部分去掉以外，所有的菜单照搬过来。家常菜，咱们以1/2的价钱卖给消费者。一样的菜，价码不一样啊。当然了，咱们刚开张，你就得是赔钱赚吆喝。咱们这么干，对门挺不了个10天半拉月的，就得趴窝。咱们再想办法，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钱找回来。行，不过这是不是忒毒了点儿？生意场上无父子。对，这事儿呢，咱先这么说着，一会儿我想想。这还想什么呀？都想好了。再想想。快记下来。桌子、凳子。这个字儿写错了，你们家凳子是月字旁啊，那是肠子。什么客人找我啊？说是广州来的老朋友。哦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不想在饭馆看到你。等过2天我那边开业了，你想见着我都难了。行，叫服你点菜吧，我就不陪了。哎，等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哎，快，正事儿，快坐下，快说。咱俩和孩子这事儿，总得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吧。和平的方式总比撕破脸好，还非得往死里掐呀？谁想跟你掐呀？我见你躲都躲不及呢，是你自己把枪炮支到我家门口了，你还说这屁话？这我随时可以撤了呀，不就区20万装修费吗？比起找回咱们俩当年的感情，这算什么呀？这个。别糟蹋感情这2个字啊！
你支摊是为了感情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你分明就是仇恨。行，也许吧。但你知道我这仇恨从哪儿来的吗？不想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在门口支摊就是跟我叫板。也好，我现在正好缺竞争对手，不比试比试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哎，不是玲子，我今儿可是先礼后兵啊！开弓可就没有回头箭了。威胁我，我还不接受威胁呢。尤其一个在我记忆中抹去的小男人。我是叫马小贱，但我不是小男人。我告诉你，玲子，今儿是你逼我的啊！你逼我当你的死对头的。就你这分量，你配吗你？我还告诉你了，花钱干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犯忌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也过去看看他们的菜单是怎么回事啊！去。不是你爸凑的哪门子热闹呀？啊，这算不算为老不尊呢？你说我也想不明白，这俩人都是有工资，又不是活不下去，这干嘛呢？我也，过去劝劝他呗。我去劝他。对。您还是杀了我吧。哎，这你帮我执行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必须执行。好好的劝劝你爸，希望你爸是个明白人。呀，我想想。哎，你说你拿这个拖布干什么呀？尤林跟他妈真是怕了。是我怕了，我这跟刘青刚刚捞着份工作，那好办呐，你们两口子一起过来呀。原工资、原岗位，咱们永远是一家人。爸，您开什么玩笑呢？我那不当叛徒了？那我可就管不了你了啊！当初是谁呀？啊，哭着喊着的，非要到有德区去工作，你拿个热脸，天天冷屁股，人家拿你当个事儿了吗？现在你知道受到威胁了，
有什么用啊？孩子死了你来奶了，天晴了你拿伞来了，完了到时候。说什么呢，爸？那怎么的？把人家女的就给拆了？那可说不准。这老话不说了吗？卖白面的见不得卖白灰的。他同行是冤家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爸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玲子他妈呢让我给带个话啊，这两家对着干的肯定有一伤，你们没想到这个后果吗？不你谁的儿子？你是代表他跟你爹我家站出来了是吧？这就是提个醒，人家马小健挣着钱也不容易，你说你跟我妈掺和什么呀？你弄不好怎么交代？真的到了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一山容不得二虎，早晚得有一个趴下。那当然了，得看谁趴下。为什么非得有一个人趴下呀？回去你跟玲子他妈说，现在不是人民委员时代了，现在是金人时代，他这套不好使了。这事儿，我觉得您不对，您不应该这么干。那我怎么干？自己考虑吧。你是我儿子吗你？过路的都进来看一看，瞧一瞧，尝一尝啊！本店开业大酬宾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你看看。瞧，这些不要脸的东西照扒我们的菜单。这菜价都一样啊？哪一样啊？他们打5折。那不亏死了？让他们折腾去吧。那什么叫让他们折腾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的饭馆都办不成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别上火。哎呦，孩子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的嗓子眼都冒出烟来了。他们亏死，咱们就得饿死。他们这样干长不了，肯定长不了。咱们也长不了。他们放血，大不了咱们也放血。哎，妈，你，我这暴脾气，哎，你不在门口揽客跑这儿来干嘛呀？啊？我什么我呀？跟我走。阿姨，我不想干了。这当口你干嘛呀？逃跑啊你？不是，那边是我爸，你说这边我怎么办呀？对着干呐！你年轻气盛的，你还吆喝不过他。走。哎，过路的都进来看一看。他们有这个喊话筒子，我也有。本店开业大酬宾，各位街坊，各位朋友，所有的饭菜半价出售。像咱们有的去吃饭，免费送靓汤。所有的生啤酒，敞开了喝。老火靓汤，精工细作，1吨炖1天呢。喝完了1杯，还有1杯。老火靓汤，再来1杯。
厌烦呀？哎，奶干嘛呢？嘛去？又支那修车铺去？这俩饭馆对掐，父子两个人站在马路对面，互相吆喝，我受不了那份折磨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父子两个人一定成仇人。这个马小健他就是再可恶，那曾经毕竟是朋友一场嘛，您说呢？哎呦，帮玲子不孝，帮爸妈不忠，你觉乎着站在哪边都不对，所以你一走了之，谁都不得罪。我呀，惹不起我躲得起，谁都不得罪。错大发了，全得罪了，结果只有一个：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。用前几年的话怎么说来着？那叫没立场。哎呀，我好像从来都是做这种得罪两头的傻事儿。不过这好像也就是我的立场啊，奶奶，我的立场只有4个字啊，自食其力。嘿，想明白了，对，奶奶给你做饭去啊。哎，那总体情况呢？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好一些。利润主要是靠包厢和海鲜这2块，这2块的损失不大呢，总体的效益下滑就没那么严重。这是我做的营业效益分析表。对了，陆倩儿，这杨子为什么辞职啊？烂泥扶不上墙呗，又回修车铺去了。这杨子呢，辞职肯定心里有坎儿啊，咱们就随他去吧啊。但是你这会儿不能开小差。放心吧，这时候我知道轻重。对了，这个是杨子上个月的工资，你给他带过去。他不没到1个月就走了吗？拿着呀你啊，快拿着，拿着呀！你真是，谢谢啊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行。嘿嘿，刘青，你要吓死我呀你！嘿，我这儿都等你半天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想找你打听点情报。干嘛？你小子想策动我当内奸啊？有补偿的。少来，姐们儿不稀罕你那俩子儿。瞧你说的，那行，那我就问你点生活上的情况，好吧？这玲最近怎么样啊？恨死我了吧？错，玲子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人家的精力都在工作上，你学着点吧。哎呦，我这不就是跟你们学着呢吗？那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着啊？怎么又来了你个2批脸？你想打听消息啊？你甭找我，我就是在人家那儿拿工资的，我不能出卖人家。哎，人家一老板，你们就是一打工的，怎么老把自己拴人裤腰带上呀？啊！我先走了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刘青，刘青。嘿，这是都这样现在。阿姨，你谁呀？不认识你。哎，阿姨。回来了。杨子，刘玲把你上个月的工资给我了。好啊。你真不打算回去了？我跟修车挺好的，这个也适合我干。你这人可真行啊，一走了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人看起来挺正直的，其实你麻木不仁。你除了对尤玲一腔热诚之外，你对别人，哪怕是自己的亲人，包括我在内，
你根本就漠不关心。我到底怎么了我？你心里没我。哪跟哪儿呀？这就是。你明知道林子妈对我有意见，你还一走了之，把我自己给扔那儿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？我担心他们尤家到时候把对你们家的恨全算到我头上。哎呀，不至于，你想多了。我没想多，反正有德居对我来说靠不住，我迟早会撤。成，我没意见。尤总，有人找，让进来。先生，请进。好，谢谢。常胜利，对，常胜利。怎么是你呀？你是从天而降啊你？送给你的。哎，你到底从哪儿来啊？你这是弄得我一点都没变。你也没变啊，越来越帅了。赶紧坐，sit down。赶紧坐。哎，你快说说啊，你怎么就想起就回来了呢？啊？辞学归国。辞学？嗯，不是吧？肯定是耐不住寂寞。哎，真的不是。哎，对了，我呢也开了个小贸易公司。好啊，咱们俩合作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开饭馆的？是你父亲跟我说。我听你父亲说，你现在还是一个人。哎，那是不是我还有机会？那事儿啊，没机会了。怎么了？交男朋友了？没有，这餐馆啊，占用了我全部精力和时间。说的不好听，我就像嫁给他了一样。再说现在碰到一些麻烦事儿，我头都大了。是经营上的事儿。我们对面又开了一家，他们把菜价压得最低，我们实在是顶不过去了。哎，咱有的去，老火亮灯，金风细作，快来喝呀！像这种事情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你们整个这条街做的全都是低端的餐饮，所以我觉得你经营上应该改变一下，做商务餐。商务餐？对呀，做高端的。经过你的时候你就没劲了。哎，妈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看看这是谁呀？你好，阿姨。你不就是那个常胜利吗？在哪儿高就啊？自己开了一小公司。妈，你们先聊着，我还有客人要应酬呢啊！先聊着。我跟阿姨聊。哎，下次有饭局一定带到咱们饭馆。您放心好了啊！刚才幽灵都跟我说了，这个事儿我肯定会照应的。那我就先回去了啊！一定带客人来啊！明白。行，您回去吧。哎呀，我烦着呢。怎么办又？客人都去火头郡那儿了。我求之不得，他们拼命放学，咱不接招，关门。关张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咱们还没输到这个份上呢。不叫关张，那叫内部改造，暂停营业。哎，这是咱们饭馆啊转型的最好良机。别掐了，都红了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咱们有德居啊，从这个大众消费转到商务消费。啊，转到商务消费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话呀？先挂免战牌。高兴，真高兴。图叔，这老话怎么说来着？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搁您身上，图书出马，干倒一片。没几天吧，对门有德居，干关门了，厉害，真厉害！过奖。
还是你有魄力。哎啊，你是斗之以情，对顾客那是诱之以利呀。我也有点看明白了，这贪小便宜的心理啊，那是人皆有之。是。不过我这寻思着，有德居就这么脆弱？他脆不脆弱呀，还得看这个老板。毕竟这尤玲她是个女人，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做生意，一不要看眼前的利益，二还要时时刻刻防备着竞争对手。她差的就是这个，你知道？说的太对了。哎，玲子这女人呀，看来我是高看她了。别大意啊，那下狐狸精精着呢，真的。那她还能怎么样？现在穷途末路。好，甭管她现在是什么，咱们得考虑考虑咱们接下来怎么办了吧？还继续打5折？必须5折下去，这不能变呐！这涉及到一个企业的信誉问题呀。咱这竞争对手都倒下了，咱还这么一直亏着血本的往下做，你不知道图书这几天这把我亏得肾都疼。你放心啊，这老话不说了吗？低内损失，低外补。我有办法。那我去趟广州，大概10来天回来，这儿就交您了。放心的去，放心的去玩，等你回来，你就请好吧。得嘞。来。记住老裴啊，以后的菜码就按照这个规格上啊。这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？这顾客会闹事的。这事你就不管了，去忙吧。来，把这端子出来。哎，上菜嘞！5号桌，哎，宫保鸡丁。哎，服务员，就这么点啊？对，就这样。这能吃饱吗？喂猫啊？这怎么是喂猫呢？你这么大个人，怎么看都不像猫啊！你别忘了，我这儿打对折，全半价，那酒我都不要钱呢。 5折是你们喊出来的。对。那菜量你是不是也给我打折呀？那你这不是忽悠人吗？怎么是忽悠人呢？你看看，打对折你不嫌我少，这一上菜你嫌我少了。你说我要是给你拿个2份上，那你说你是人吃啊还是动物吃？你这咋说话的呢？我像这么多馆子，没见过这么少的量。那我打半折，你咋不嫌我便宜呢？给多少吃多少吧，味道胜于数量。你这耍我了是吧？你让大伙说一说，你说我这量少吗？你说还行，不少啊，不少了。你看看，人别的顾客都说不少，为什么你说少呢？你是不是挑事啊？想不想吃？不想吃滚蛋！行，就当我吃个哑巴亏，我认栽了。买单，买单！5号桌买单。走，不够，放着，5块钱能吃这么多菜吗？给你一张。 捣乱吗？你这不啊？再吃，没事。你好，哟，想死我了！哎呦，快！哎呦，你小心点啊，别动了胎气呀！快让我看看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反应没有？算你有良心。哎，什么胎气啊？我是逗你玩的。逗我玩？不是有拿这逗着玩的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不是，那照这么说，那医院那证明也是假的了？到医院找熟人开个假证明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行啊，你真行，杨月虎，你对我那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啊，行，先不唠叨你这事儿了。对了，
项目进行怎么样？我开了一饭馆。你搞错没有？你开什么饭馆呀？我开饭馆怎么了？我要先开一饭馆，利用这饭馆先教训那女人一顿，然后再利用这饭馆好好的打通人脉关系，咱们好办事儿啊！这就是你马小贱的不是了。我告诉你，要真弄饭馆，你马小贱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别这么说啊！10天之内等我捷报。你赶紧回去把饭馆关了，否则10天之后你得到的肯定是丧报。不是杨玉红，你现在也瞧不起我了是吧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咱们行内不是有句话吗？叫不熟不做。行了，你待1、2天赶紧回去。还有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能让我叔知道，明白吗？我想想吧。你听见没有？哎呀，我听见了。搞咩嘢？钱哪有这样的格调啊？哎呦，格调，那格调绝对是高规格的。但是我就不明白了，咱们不是饭馆吗？弄得像个戏班子似的，那来的客人，咱们是卖饭菜还是卖曲子呀？这得问我爸，这是我爸出的点子。没错，这就叫饮食文化，杯弓交错，文丝竹，疑是天上人间呐。你接着往下说呀，说南门你扯到了南天门了，能不能说点大粮食的？不能，不能你就闭上嘴，回学校上你的课去。妈，这你就不对了啊！从今以后，你必须收敛你那个大嗓门，不能跑到那门口拿那个电喇叭一直吆喝着。你让他嚷嚷呗，他不嚷嚷还体现不出我们这的格调。哎，这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走着瞧呗。涂经理，尝尝鲜呗。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大驾光临，楼上包房起了，豪华包房，请呗。看，你忙。那您也忙着啊，不送。顾建立，哎呦嗨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咱们都中了幽灵这个女人的道了。前2天不好好的，生意那么火，我走那会儿永德居不都关门了吗？火管个屁用啊！挣不着钱，咱们放着血在这打对折，你说那家常菜能卖几个钱？我不明白，你给我说明白点，什么意思？这幽灵不是歇业了吗？啊，他是把那些穷顾客都推给咱了，给咱们定位就是家常菜，就是低消费人群。你想啊，来的人是什么人？1碗米饭，1盘土豆丝儿，那能赚着钱吗？他来的都是中高档的顾客，1盘大虾，那不顶咱们一桌子的利吗？
被我说着了吧？啊！我早就跟你说，有德军没那么脆弱。高兴早了吧？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哈！哎呀，屠叔出马干倒一片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看似一幅画，像一首歌，人生境界真善美，这里包括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，小城来做客。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，小城来做客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，小城来做客。